你刚重生就看见怀胎7月的妻子穿着破棉袄，正躲在角落啃一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黑窝窝头，心痛如绞的你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只因前世的你简直不是人，让他在绝望中含恨而终。你一把抢过那猪都不吃的口粮扔进火坑，拿出家里仅剩的面粉，打算利用后世顶级大厨的手艺把它们变成摇钱树，只要今晚这锅蛋糕能成功，明天就能让他吃上真正的肉。此时林建国在墙角的面缸里刮出大概1斤多白面，那是周秀兰攒了半年准备过年包炖饺子的。他又在碗柜顶上的破篮子里翻出2个鸡蛋，那是丈母娘前天偷偷塞给周秀兰补身子的，他一直舍不得吃。林建国盯着这点东西盘算起来，做馒头不够塞牙缝，做面条没有水，要想让媳妇吃得好，还能把仅剩的5块钱变成50块500块，就得拿出他的绝活。上一世他在国营糕点厂干了20年大厨，后来下岗去南方，又在一家港资点心铺当了10年技术总监，中式糕点西式烘焙的配方全都刻在脑子里。现在条件简陋，没有烤箱，没有黄油，没有奶油，但这难不倒他。有一种糕点最适合现在的情况，槽子糕，也就是后世说的老式蜂蜜蛋糕。这玩意儿不需要专业烤箱，只要有火有锅有糖有蛋有面就能做。在这个缺油少糖的年代，那种甜腻腻软绵绵的口感绝对是大杀器。林建国让周秀兰把那5块钱拿出来，说要去小卖部买点白糖和油，晚上给他做个从来没吃过的好东西。周秀兰下意识捂住口袋，警惕地问他是不是又要去赌。林建国哭笑不得，刮了一下他的鼻子，让他在家把火生起来，把炕烧热，很快就回来。说完，他拿起墙角的空油瓶，转身冲进了夜色里。周秀兰愣在原地，觉得今天的林建国好像变了。以前他眼神总是飘忽不定，要么是输钱后的颓废，要么是赢钱后的癫狂，可今天他眼睛里有光，那种自信笃定，还有看他时那种要把他融化了的温柔，是他结婚3年来从来没见过的。他看着桌上那点面粉和2个鸡蛋，心里虽然心疼钱，但不知怎么的，竟然隐隐有了一丝期待，或许这次他是真的改。半个小时后，林建国顶着一头雪花回来了，他怀里揣着一包白糖，手里拎着半瓶豆油。这年头买油都要邮票，但村里小卖部是私人的，价格贵点却不要票。这一趟花了1块2毛钱。林建国脱掉满是烟味的外套，把袖子高高挽起，露出结实的小臂。他把2个珍贵的鸡蛋打进大海碗里，又倒进去半碗白糖。家里没有打蛋器，但这难不倒顶级面点师。林建国拿起3根筷子，在手里捏成一个特殊的角度，筷子在碗里飞快搅动起来，速度快的只能看到残影。这是基本功，前是为了练这一手筷子打法，他的手腕肿了整整3个月。周秀兰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她从来不知道打鸡蛋还能打出这种动静，那声音不像是在做饭，倒像是在奏乐，富有节奏感。随着林建国的动作，碗里的蛋液开始发生神奇的变化，原本黄澄澄的蛋液慢慢变成了乳白色，体积膨胀了好几倍，变得像云朵一样蓬松细腻，一股淡淡的蛋香混合着糖香，开始在屋子里弥漫。周秀兰忍不住咽了口唾沫。林建国停下手，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他把面粉筛进去，用筷子轻轻翻拌，动作轻柔的像是在抚摸婴儿的脸蛋。这时候不能乱搅，不然面粉起筋，蛋糕就不软了。面糊调好了，金黄透亮，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家里没有烤箱模具，林建国早就想好了办法。他拿起周秀兰平时喝水的那个吊瓷的搪瓷茶缸，在里面刷了一层油，然后把面糊倒进去，只倒了7分满。周秀兰担心茶缸子会烧坏，林建国神秘一笑，让他放心。他找来一口破铁锅架在灶上，在锅底铺了一层洗干净的粗沙子，这是土法烤箱的原理。沙浴，沙子受热均匀，能模拟烤箱的环境，防止蛋糕烤焦。把茶缸子放在沙子上，盖上锅盖，大火烧10分钟，然后转小火焖20分钟。林建国一边控制着火候，一边让周秀兰去炕上坐着别累着，待会儿让她尝尝什么叫神仙吃的糕。周秀兰没动，就坐在小板凳上拖着下巴，痴痴地看着在灶台前忙碌的男人，火光跳动，映照着他专注的侧脸。这一刻，那个破败不堪的家，那个冰冷的冬夜，仿佛都变得温暖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股前所未有的霸道香气顺着锅盖的缝隙不可阻挡地钻了出来，那是鸡蛋白糖油脂在高温下发生反应后产生的极致甜香。在这个连糖精水都是美味的年代，这种纯粹的浓郁的蛋糕香气简直是大规模打击。周秀兰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就连隔壁那条平时总是狂叫的大黑狗，此刻也趴在墙根底下呜呜地哼唧着。时间到了，林建国戴上厚棉手套，深吸一口气，猛地揭开锅盖，一股白气腾空而起，被压抑许久的甜香瞬间炸开，浓郁的让人沉醉。白气散去，周秀兰瞪大眼捂住嘴，差点叫出声。黑漆漆的搪瓷茶缸里，此刻盛开着一朵金黄色的花，原本7分满的面糊长到了杯口，表面是诱人的焦糖色，中间裂开一道口子，像是笑开了花，金黄饱满蓬松。林建国大笑一声说成了，端起茶缸往桌上一磕，一块圆柱形的蛋糕完整脱落，落在盘子里微微颤动，像个有弹性的胖娃娃。他拿起刀切下一块，刀刃切下去就像切棉花一样，切面细腻，气孔均匀，还冒着热气。林建国捏起一小块吹了吹，递到周秀兰嘴边让她张嘴。周秀兰咬下去，第一感觉是烫，紧接着是软，软的不可思议，舌头一抿就化了。再然后，浓郁的蛋香和甜味在嘴里炸开，顺着喉咙流进四肢百骸，甜，真甜。周秀兰吃了几个月窝窝头，这会儿甜得想哭，味蕾全都活过来了，贪婪地捕捉着每一丝味道。她含糊不清地说好吃，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当年结婚时的水果糖都没这味。林建国看媳妇狼吞虎咽，心里酸溜溜的，又切了一大块让他慢点吃，说这一锅都是他的。周秀兰吃了2口，突然停住，把剩下的半块往林建国嘴里塞，说他也没吃呢。林建国把他手推回去，笑着说自己不爱吃甜的腻得慌，厨子闻味儿都饱了，让他赶紧吃，肚子里还有孩子呢。周秀兰拗不过，含着泪把一大块蛋糕吃了个精光，吃完浑身暖洋洋的，心慌感彻底没了。他擦着嘴角碎屑问林建国，这蛋糕真能卖钱吗？林建国自信地拍胸脯说必须能，不仅能卖钱还能赚大钱，让他信不信明天他就能把这5块钱变成10块钱。周秀兰说他信，这一次
他是真信了。林建国看着桌上剩下的蛋糕盘算开了，这锅只是试验品，用茶缸烤效率低，形状也不好看。想做生意得上量，可兜里现在就剩3块8，买原料都紧巴巴，哪有钱买模具？他的目光落在墙角那辆破28大杠上，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链条锈死，车胎爆了大洞。本来打算当废铁卖了换酒喝的，林建国走过去拍了拍生锈的车座，眼里闪过一丝狠劲，心里跟着老伙计道了声歉。他让周秀兰把钳子扳手找出来，说要把这车拆了，这是他们的第一笔启动资金。这破车虽然骑不了，但零件是好钢口，哪怕一根辐条一个滚珠都是紧俏货。这一夜，林家小院叮叮当当响了半宿。林建国满手油污，却精神抖擞，把自行车拆了个精光。车架卖铁匠铺，链条卖修车铺，轮胎剪成皮筋绳，但他最看重的是手里那个生锈的车灵盖，这就是天然的蛋糕模具。虽然小了点，但这年头谁规定蛋糕必须是大块的？做成一口酥，看着精致，还能把价格打下来，让舍不得花大钱的人也能尝鲜。林建国看着窗外蒙蒙亮的天，心想苦日子到头了，以后他们的日子会比这蛋糕还甜，天刚蒙蒙亮，林建国就醒了，屋里冷得像冰窖，哈气成霜。怀里的周秀兰睡得沉，嘴角挂着笑，估计梦见吃蛋糕了。林建国轻手轻脚爬起来，摸了摸兜，3块8毛钱，这就是全部家当。这点钱做买卖就是个笑话，连个响儿都听不见。他穿上破棉袄来到外屋，地上堆着昨晚拆下来的自行车零件，大概30-40斤重。他找个破麻袋一股脑装进去，把那个宝贝车灵盖揣进怀里，扛起麻袋扎进了清晨的寒风里。林建国把麻袋扔上磅秤，40斤。看门大爷眼皮子都不抬，说废铁3分，废铜2毛，算下来1块2。林建国递过去一根烟卷，说里面有车链子和轴承，都是好钢口，让大爷给个实在价。大爷闻了闻烟，脸色缓和了，最后给了1块5，1块5加上3块8，一共5块3，不够。这点钱去合作社买正价鸡蛋白糖，顶多做5-6斤蛋糕，塞牙缝都不够。林建国眯着眼看向县城东边冒黑烟的大烟囱，县糕点厂。上一世他在那干了20年，门清。国营大厂油水足，浪费也惊人。运输磕破皮的鸡蛋，仓库受潮结块的糖，在领导眼里是废品，在林建国眼里那就是金山银山。刚走半路，冤家路窄，迎面晃过来几个人，领头的正是赵赖子。大冬天敞着怀，嘴里叼着牙签，一副天王老子的德行。赵赖子阴阳怪气拦住路，嘲讽林建国昨晚贵媳妇心软没有，说听说他把自行车都拆了卖废铁穷疯了，让他磕个头就借2块钱给他翻本。周围小混混跟着起哄，林建国冷冷看着他，只觉得像看个跳梁小丑，让他滚开。赵赖子恼羞成怒，伸手抓林建国衣领，林建国猛地一侧身，肩膀一沉，直接撞在赵赖子胸口上。赵赖子被撞得倒退好几步，一屁股坐在雪堆里。林建国居高临下警告他，让他别惹自己，再敢挡路就废了他。说完直接撞开人群走了。赵赖子坐在雪地里半天没回过神，心想这小子眼神怎么变得这么吓人。林建国熟门熟路摸到传达室，掏出1盒2毛钱的丰收牌香烟递给看门的老孙头。他谎称自己是下面村里养猪的，听说厂里有些磕碰的碎鸡蛋要处理，想收点回去喂猪崽子。老孙头把烟别耳朵上，说是有，不过都流汤了，让他去库房找王胖子，就说老孙让去的，那堆烂鸡蛋正愁没地扔呢。林建国把剩下的大半包烟塞给老孙头，转身跑向库房。库房里一股发酵的酸味，保管员王胖子正愁眉苦脸，看着地上一堆流汤的鸡蛋筐和受潮结块的白糖，这要报损得扣奖金。林建国凑过去说听说有废料处理，他来帮忙分忧了。王胖子眼睛直了，问他要这些干什么。林建国说自己是喂猪的，不讲究，不过既然是废料，价格的便宜点。王胖子急着脱手，说这堆碎鸡蛋2块钱全拉走，这几袋受潮糖算3块，一共5块，5块钱。这堆碎鸡蛋起码30斤，糖起码50斤，按市场价得好几百。林建国强压狂喜，装出一副肉疼样，说5块太贵了，身上就带了4块，问能不能便宜点。王胖子一口答应，只想赶紧处理掉。林建国二话不说交钱，借了辆独轮车把东西装上，推着几百斤重的小车出了后门。这就叫信息差，这就叫降维打击。碎鸡蛋用纱布过滤掉蛋壳，做成槽子糕，谁吃得出来？受潮糖熬成糖浆，甜度更高，颜色更亮。这一车垃圾足够做1000个蛋糕，成本几乎为零。回到家已经是中午，周秀兰看着那一车脏兮兮的东西，心都凉了，问林建国是不是去捡破烂了。林建国拍了拍硬得像石头的白糖，笑得像只狐狸，让他赶快烧水，说这是他们通向万元户的第1块垫脚石。屋里很快热气腾腾，碎鸡蛋过滤出金黄蛋液，加白酒姜汁去腥，受潮糖块砸碎熬成红亮糖浆，满屋子都是甜的化不开的味儿。周秀兰看着这一盆盆原料，眼睛越瞪越大，问这真的能行吗？林建国搅动着糖浆，眼里全是野心，让他把心放肚子里，说今晚通宵干，明天一早他要让整个县城都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美。而在村口，赵赖子正跟狐朋狗友喝酒吹牛，说林建国那小子蹦跶不了几天，等他饿得受不了还得来求自己。天还没大亮，林家院子里飘出的味儿就变了，比昨晚那锅还要纯，还要勾人魂魄。周秀兰蹲在灶台边，眼瞅着林建国像变戏法似的，拿着那个打磨的锃亮如新的自行车灵盖，在一个个面户上按下去。家里没烤盘，林建国有招，他把拆车剩下的挡泥板敲平了，架在沙子上，受热均匀的很，那个车灵盖就成了绝佳的切磨。林建国手速飞快，一个个只有硬币大小，圆鼓鼓的小面团瞬间定型，整齐码在刷了油的铁皮上，10分钟一锅，效率拉满。第一锅迷你槽子糕出炉的时候，周秀兰眼睛都看直了，这玩意儿跟昨天那个傻大黑粗的茶缸蛋糕完全不是一个物种，一个个金黄饱满，只有一口大小，看着就像缩小的金元宝，可爱的让人根本舍不得下嘴。林建国说这叫一口酥，摆出去那帮大老粗哪见过，这就叫精致。忙活一早上，一共烤了30个。林建国没用脏报纸包，那是对食物的侮辱。他翻出家里压箱底的干净油纸，裁成小方块，把蛋糕一个个包得严严实实，整齐码在竹篮里，盖上白布。林建国没去村里集市，那地方人穷，只能以物换物。他的目标很明确，青山县城合作社。
社，那里是全县最繁华的地界，出入的都是工人干部，兜里有钱，嘴也刁，最关键是识货。走了1小时到了县城，合作社门口早热闹起来，穿着工装的人群拎着网兜进进出出，空气里全是酱醋味和煤烟味。林建国找了个避风墙根放下篮子，他没急着吆喝，这年头太张扬容易被当投机倒把抓点心。他只是轻轻掀开白布一角，风一吹，那股刚出炉的霸道的淡奶甜香像长了钩子一样飘出去，路过的人纷纷吸溜鼻子，但这年头人胆小，看他穿得破破烂烂，没人敢上前。就在这时，合作社门帘一挑，走出来个穿白大褂、戴红套袖的中年妇女，手里抓着瓜子，一边嗑一边往地上吐皮，三角眼一扫就看见了林建国。这是合作社售货员李大嗓门，端着铁饭碗的主，平时看人用鼻孔看，他冲着林建国就嚷，说让那个要饭的起开，别挡道，他们要卸货。门口宽敞的很，他纯粹是看林建国这身穷酸样不顺眼，觉得影响市容，周围人赶紧躲远，生怕惹麻烦。可林建国没动，反而站起来堆出一脸花笑，跟这种手握特权的人硬刚是傻子，做生意得和气生财。他微微弯腰说大姐辛苦，说看他站一上午柜台累坏了，大冷天的也没口热乎吃的。李大嗓门愣了一下，这乡下小子倒是嘴甜，他翻个白眼让他赶紧走，说这国营单位不许摆摊，语气却缓和了点。林建国嘴上答应，手上动作却没停，他从篮子里拿出一个油纸包，当着李大嗓门的面轻轻拆开，那一瞬间浓郁热腾的甜香直接钻进李大嗓门鼻孔，他嗑瓜子的动作僵住了，守着点心柜台天天闻陈油味，哪闻过这种金黄油润的极品香，口水当时就下来了。林建国双手捧着蛋糕递过去，说这是自家做的一口酥，看他面善请他尝尝，要是觉得不好吃，他二话不说立马滚蛋，要是觉得还行，能不能赏脸让他在墙角待会儿。这一招叫以退为进，更叫降维打击。李大嗓门喉咙动了一下，伸手不打笑脸人，何况这味太馋人了。他哼了一声，像慈禧太后似的伸出2根手指捏起蛋糕，说自己嘴可刁，难吃就把他篮子掀了。他张嘴咬了一小口，林建国袖子里的拳头微微攥紧，成败就在这一口。牙齿切入蛋糕的瞬间，李大嗓门眉毛猛地挑起，软，太软了，舌头一顶就化，浓郁的蛋香和甜味像洪水一样冲刷味蕾，没有一丝腥味和苦涩，只有纯粹的幸福感。这口感比省城带回来的高级点心都好。他那趾高气扬的表情瞬间垮，变成震惊和陶醉，没忍住把剩下大半个直接塞进嘴里。咽下去后，李大嗓门意犹未尽的舔舔嘴唇，死盯着篮子问这是不是他做的，放了啥怎么这么软乎。林建国神秘一笑，说是独家秘方，又拿出一个递过去，说刚才那个太小没尝出味，让他再来一个。李大嗓门老脸一红，手却诚实的接了过来，他一边吃一边不好意思看四周，说他这手艺有点门道，比他们柜台里那些石头担子强多了，搞定这地头蛇，摊子就算稳了。李大嗓门吃完第2个，甚至想买点带回家给孙子，问这蛋糕怎么卖。林建国笑了，伸出2根手指，声音洪亮，故意让周围人听见，说2毛钱一个。周围一片吸气声，这能买好几个肉包子了。但林建国不慌不忙抛出杀手锏，说今天新店开张图个吉利，5毛钱3个。这就是后世烂大街但在1980年足以炸裂的价格锚点营销，单买贵，打包便宜，让人觉得不买3个就是吃亏。李大嗓门眼睛亮了，说给他来1块钱的，他要6个。这一嗓子像火星掉进干柴堆，连合作社最挑剔的售货员都掏钱买了，这东西还能差？人群瞬间沸腾，呼啦一下全围了上来，有人喊要3个，有人喊来5毛钱的，有人嚷着别挤自己先来的。林建国手脚麻利收钱拿货，30个蛋糕听着不少，架不住这帮人3个6个的买。不到20分钟，林建国手摸到了篮子底，空了，面前还围着7、8个没买到的，手里攥着钱，眼珠子瞪得溜圆，问怎么就没了，说自己刚掏出钱来。林建国抖了抖白布，笑着拱手道歉，说今儿第一天做的少，想吃的明天赶早，还是这个点就在这儿。不过他们这是纯手工费功夫，每天做不了太多，来晚了真没有。饥饿营销，越买不到，心里越痒痒，没买到的只能不甘心的散去，说明天要早点来堵他。林建国提起篮子没敢多留，钻进没人的胡同，靠在墙上，心脏砰砰直跳。他把手伸进棉袄内兜，抓住那一把乱糟糟带着体温的钞票，有分币，有毛票，还有1张1块的，握在手里比什么都踏实。大概8块钱，成本呢？碎鸡蛋和沸糖才花了4块，今天这点量连1/10都没用到，加上煤火，成本顶多2、3毛，半小时赚8块，这是普通工人1个星期的工资。这就是技术和信息差带来的绝对暴利。林建国把钱贴身放好，转身去了副食品商店，手里有钱腰杆子硬，他直接把那张大团结拍在肉铺案板上。他要了1斤五花肉，又要了2斤板油。这时候人都缺油水，喜欢肥肉。林建国买板油是为了做桃酥，提着沉甸甸的肉，他又去了百货柜台，目光落在那条大红色的金轮围巾上。周秀兰那条早就磨破了，脖子冻得通红，3块5不要票，真贵。但林建国眼皮没眨，让售货员包起来。回到杨柳村口，一群老娘们正嚼舌根说林建国瞎折腾。突然一阵急促铃声，夕阳下，林建国提着网兜走回来，网兜里的肉沉甸甸的。张婶瞪大眼睛问那是不是五花肉？大槐树下炸了锅，1斤肉顶好几天工资，这比后世买奢侈品还轰动。林建国目不斜视走得飞快，享受着那些极度羡慕的眼神，爽，这就是要高调。周秀兰正喂鸡，看见林建国拎着网兜进门，呆呆看着那块肉，还没等他回过神，林建国又掏出一个纸包塞给他，拆开一看，鲜艳的大红色跳了出来，崭新的围巾，软绵绵的。周秀兰彻底懵了，脸色刷得变白，恐惧淹没了她。她死死抓着林建国袖子，急得要哭，问他哪来的钱，是不是去抢了？说他们穷点没事，可不能干犯法的事。林建国又是好笑又是心酸，一把将他拉进怀里，紧紧抱住，说抢钱那有他赚钱快。周秀兰僵住了，问什么赚钱？林建国松开他，说就是那些蛋糕，把棉袄内都翻出来，一把零钱像落叶一样倒在石磨盘上，毛票、分币堆成小山，视觉冲击力极强。周秀兰看着那堆钱傻了，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零钱。林建国说全卖光了，不到半小时抢得渣都不剩。他拿起红围巾笨拙的给他围上，捧着他的脸认真说，苦日子到头了，这
这才刚开始，以后他要让他天天吃肉，天天穿新衣。周秀兰摸着暖烘烘的围巾，看着那一堆钱，终于哇的一声哭出来。这一次是因为压在心头的大石头终于裂开，光照进来了。林建国说：“行了，别哭了，今晚吃红烧肉。”就在两人欢天喜地进屋时，院墙外一双阴毒的眼睛正死死盯着这一幕。赵赖子躲在枯树后，看着那块肉和红围巾，嫉妒的像毒蛇吐信。他心想，麦破蛋糕能赚这么多，肯定有猫腻，投机倒把。林建国等着吧。赵赖子阴森一笑，消失在暮色里。暮色笼罩了整个杨柳村，林家土屋的窗户透出温暖的灯火，屋里的煤油灯芯跳了两下，昏黄的光把小土炕照得暖烘烘的，空气里还飘着红烧肉那股霸道的香味。桌上的大粗瓷碗见了底，连汤汁都被林建国用窝窝头擦干净吃了。周秀兰坐在炕沿上捧着白开水，嘴角还沾着油腥，她觉得像做梦，那可是肉，肥瘦相间，一咬滋滋冒油的五花肉。林建国硬逼着她吃了大半碗。林建国问她饱了没，周秀兰小声哼哼说撑着了，又问他们这么吃日子还过不过了。林建国说当然得过，而且得往好了过。林建国把碗筷一扔，神神秘秘把窗帘拉严实，又去门口听了听动静，确定没人，这才盘腿坐在炕上。他让周秀兰把灯挑亮点，周秀兰一言照做，火苗窜起，屋里亮堂了不少。林建国伸手进怀里，掏出那个鼓鼓囊囊的碎布包，布包往炕席上一倒，一堆零钱像小山一样堆在两人中间。周秀兰呼吸猛地停了，视觉冲击力太强了。林建国扬下巴让他数数，看看他们今天赚了多少。周秀兰手有点抖，捏起一张1毛抚平，又捏起一个硬币压上。屋里静悄悄，只有周秀兰细微的嘀咕声和灯芯爆出的噼啪声。林建国静静看着他，看着他激动的侧脸和颤抖的指尖。周秀兰声音越来越颤，最后猛地抬头，死死盯着林建国说：“一共8块3毛2，8块3毛2。”周秀兰心脏都要跳出嗓子眼了。他代课1个月工资才8块，还经常拖欠。林建国一个早上不到半小时就净赚了他1个月的工资。他抓着钱，眼中泛着水光，问这是不是真的？他们是不是在做梦？林建国笑着包住他的手，钱攥手里还能是梦？这只是开始，以后他们每天都要数钱，数到手抽筋。周秀兰破涕为笑，嗔怪瞪他一眼，却虔诚地把钱叠好包起来。这是救命钱，翻身钱。收好钱，林建国拿过那条红围巾，鲜艳的大红色在屋里格外显眼。他不由分说给周秀兰围上打了个结。周秀兰僵在那不敢动，红围巾衬得她更添几分神采。那件旧棉袄也没那么寒酸了。林建国端详着说：“好看，真好看。”周秀兰摸着围巾，眼泪吧嗒往下掉。结婚3年，这是林建国第一次送她东西，她哽咽着扑进他怀里。以前是怕，现在是真的想抱抱这个男人。林建国紧紧回抱，怀里的身躯瘦弱单薄。他在心里发誓，以后要是再让他掉一滴泪，他就不是人。这一夜，两人第一次心贴心躺在一起。黑暗中，周秀兰问林建国：“明天还去卖那个一口酥吗？”林建国说：“卖是肯定卖，但光靠那个灵盖不行，太慢了。”他翻身坐起，眼睛亮得吓人。今天半小时抢光，明天人更多，拿不出货就是把钱往外推，得升级装备。明天他不出摊，要去铁匠铺订模具，做那种一次能烤20个的大铁模子，一天能做上千个。周秀兰倒吸凉气，问上千个得多少钱？而且他要给每个点心印上“林记”2个字，要让全县城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周秀兰虽然似懂非懂，但她能感觉到那股让人信服的力量，说行听她的。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林建国悄悄起床，留了张字条，说他去办大事，让周秀兰在家发面，等他回来大干一场。他揣上昨天的8块钱和2瓶二锅头，骑上破车，顶着寒风冲出院子，目标是城南铁匠铺。刚骑出村口，路中间横着几块大石头。赵赖子扔掉烟头，拎着木棍晃悠过来，一脸不怀好意问林建国：“起这么早去哪发财？让他带哥几个一个。”林建国单脚撑地停下，嘴角勾起冷笑：“来得正好，既然想找死，就拿他祭旗。”赵赖子硬着头皮拍手里的木棍，说：“听说林建国发财了，见者有份，借10块钱花花，这路他就过去了。”10块钱，狮子大开口。林建国冷笑，手摸向车把上的网兜，说：“赵赖子是不是觉得他还是以前那个烂泥？他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穿鞋的怕不要命的。他有老婆孩子，谁断他活路，他就拉谁下地狱。”说完，他猛地拎起1瓶二锅头，大拇指顶开瓶盖，仰头灌了一大口烈酒，酒瓶狠狠磕在车把上，瓶底碎裂，露出锋利的玻璃碴子。林建国握着半截酒瓶，车把一歪，直接冲赵赖子撞过去，问他要钱还是要命？要命就拿去。赵赖子吓得魂飞魄散，扔了棍子就往沟里滚。后面几个小混混跑得比兔子还快，这阵仗谁见过一言不合就玩命？林建国捏闸停在赵赖子面前，把酒瓶随手一扔，让他以后离自己远点，再挡路，下次碎的就是他脑壳。看着林建国远去的背影，赵赖子从泥沟里爬出来，眼里全是怨毒。他心想林建国有种，投机倒把还敢这么横，他要让林建国把钱全吐出来。赵赖子一瘸一拐往村西头走去，那里住着村长小舅子钱二，青山工商所临时工，平时最爱没收老百姓东西。林建国骑着车，酒劲上来，身子热乎，刚才那出是为了壮胆，也是防后手。赵赖子这种阴沟老鼠肯定会举报，在这个年代，投机倒把这帽子扣上就完蛋。所以今天的目的地不仅仅是铁匠铺，还得去求个护身符。先到铁匠铺，1瓶二锅头搞定老里头，2块钱定做20孔带灵机字的生铁模具，明天取货。林建国接着直奔工商所，几个办事员正围着炉子烤火，看见林建国进来，戴眼镜的中年人皱眉问他干啥的。没事别乱闯。林建国一脸正气说他是来响应国家号召的。屋里人都愣了，问响应啥号召？林建国说他想办个个体户执照。中年人像听笑话一样说个体户他们县没这先例，让他回去别捣乱。林建国早有准备，掏出昨天捡的报纸摊在桌上，说人民日报都登了，温州发了第1张个体执照，国家鼓励搞活经济，他是紧跟形势自力更生解决温饱。这一套大词把办事员镇住，拿报纸讲政策的泥腿子头回见。中年人看了报纸，脸色严肃起来，确实有这回事。他问林建国想干啥买卖，林建国说摆摊卖蛋糕。中年人说正式本子还没发下来。林建国顺杆爬说开个证明也行，盖个大红章证明他合法经营，他也好安心给社会主义添
添砖加瓦。10分钟后，林建国捧着一张盖着鲜红公章的临时经营许可证走出大门，这就是免死金牌，在这县城1亩3分地，谁也别想动他。下午，林建国回到合作社门口，虽然没心无惧，硬是用灵盖烤了50个。刚摆摊，人群呼啦围上来，生意比昨天还火。突然，一声尖锐哨响，赵赖子领着戴红袖箍的钱二大摇大摆走过来，钱二一脚踢翻装钱篮子，说谁让他摆摊的？有人举报他投机倒把，东西没收人跟他走。赵赖子一脸小人得志，嘲讽林建国让他再狂，说这可是执法人员。林建国没动也没捡钱，慢条斯理拍了拍手，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有证件吗？钱二恼羞成怒说红袖箍就是证件，让林建国跟他回所里，说着伸手抓衣领。林建国抬手直接打掉钱二的手，全场死寂。钱二问他敢打人，林建国冷笑，掏出那张信纸猛地抖开，直接拍在钱二脸上，让他睁开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钱二被拍懵了，抓过信纸一看，那个鲜红的大印刺的眼疼。林建国逼近一步，声音洪亮，说他是响应号召的合法个体户，局领导亲批的条子。问钱二算个什么东西，说他投机倒把。钱二手哆嗦了，转头看赵赖子问他不是说林建国是私自摆摊吗？这有证。赵赖子也傻了，心想这赌鬼哪搞来的红头文件。钱二把信纸塞回给林建国，挤出个比哭难看的笑，说误会都是误会，转身钻进人群就跑。赵赖子一看靠山跑了，腿都软了。林建国似笑非笑看着他，问还要钱吗？赵赖子说不要了。林建国让他滚，赵赖子连滚带爬跑了。周围人看林建国眼神都不一样了，有证的国家承认的正经买卖，生意更火爆了。晚上收摊回家，林建国看着蓝底碎成渣的最后几个蛋糕皱眉，槽子高太软，不耐压不耐放，想做大得有个硬气的拳头产品。林建国脑海里浮现出那个金黄酥脆一碰掉渣的玩意儿，宫廷桃酥。这念头一出，林建国整个人都精神了。他转头看向熟睡的周秀兰，眼中满是希望。林建国家院子里飘出的味儿变了，前2天是甜腻，今天这味霸道，是往人骨头缝里钻的肉香。林建国穿着背心，抡着大铁铲在锅里翻搅，白花花的猪板油切成麻酱块，正滋滋往外吐，油烟混着肉香直接翻过院墙，把隔壁正喝稀饭的张婶馋的筷子都掉。张婶眼珠子都绿了，嘀咕着林家不过日子，这一早上练多少油。院子里周秀兰也是一脸肉疼，问林建国练了2斤板油了，做个点心真用这么多吗？这年头肚里缺油水，平时炒菜都只敢用咸菜擦锅底，林建国这简直是败家。林建国嘿嘿一笑，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猪油做不出好桃酥。他捞出炸的金黄的油渣撒把盐，递给周秀兰一块让她尝尝。周秀兰吹2口气放嘴里，咔嚓一声脆响，油脂在嘴里爆开，混着盐粒的咸鲜，香得差点把舌头吞下去。林建国说这只是边角料，把炼好的油倒进盆里晾凉，眼神专注。林建国要做宫廷桃酥，这玩意儿在后市满大街，在1980年县城那就是稀罕物。国营厂为了省钱用植物油，烤出来硬的能砸死狗。林建国要做的是真正的酥。他搬出一袋高价收的山核桃，手脚麻利砸开，周秀兰帮忙包人，核桃仁扔进微热油锅慢煸，坚果焦香瞬间盖过猪油味。林建国挖出一大坨半凝固的猪油拍进面粉，这里有个绝活，做桃酥绝不能揉，面起了筋就硬，得用擦的手法，像给面粉做按摩，把油、糖、蛋、面轻轻搓在一起。这一步叫起酥，是后世大师傅的秘籍，松松散散的能成型吗？林建国抓起面团轻轻一团，往新打的生铁模具里一按，底下刻着反向临界2字，撒上黑芝麻，按上一颗完整核桃仁，土烤箱预热好，铁盘推进去，仅10分钟，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香味像炸弹一样爆开，猪油、核桃、鸡蛋、白糖疯狂反应，比槽子高霸道10倍。林建国端出铁盘，20个巴掌大的桃酥全是诱人的焦糖色，表面布满自然的炸裂纹，晾了5分钟凉透了。林建国递给周秀兰一块，周秀兰咬一口，咔嚓一声，不是硬脆，是酥松，牙齿一碰，整块点心就在嘴里塌了。猪油浓香裹满口腔，核桃焦香随后，最后是白糖回甘，入口即化，手里接的渣子轻轻一碾就成粉，这也太好吃了，比合作社那硬饼子强1万倍。林建国看着背面清晰的临记字样，这叫降维打击，明天要让县城那帮人知道啥叫真点心。第2天蒙蒙亮，林建国把300个桃酥装进2个大竹筐，中间垫好油纸防碎，连车带货100多斤。他试了试车，稳当。他让周秀兰等他回来数钱，跨上车冲进晨雾。从村里到县城有段3里长的土路，平时没人走。正骑着，路中间突然横出一根粗木头，林建国猛捏刹车，车子在木头前半米停住，他眼神瞬间冷下来。草丛里钻出5、6个人，领头的还是赵赖子，这次手里没拿棍，拎着把生锈铁锹，身后跟着一帮生面孔打手，手里抄着家伙。又见面了，昨天让林建国那个破纸条忽悠了，他有证他不举报，但这路是他开的，这次不要10块，把车上的东西留下，人滚蛋，不然连人带车给砸烂。林建国没说话，静静看着他，看来昨天吓唬没管用，对这种烂人讲理讲法都没用，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打到他看见自己就哆嗦。林建国慢慢放下车梯，动作很轻，生怕震碎桃酥。他解开绑在车大梁上的老榆木扁担，这扁担用了10几年，硬得跟铁棍一样。赵赖子哈哈大笑，让兄弟们上，先把车砸了。他看谁敢动他的车，整个人像猎豹一样窜出去，没花哨招式，就是快，就是狠，双手握扁担，一记横扫千军，扁担带着风声扫在最前面混混的小腿上，那人惨叫一声，横着飞出去，抱着腿打滚。林建国看都不看，手腕一翻，扁担头捅向第2人肚子，那人跪地上吐酸水，剩下的人被镇住，这哪是小贩，简直是练家子。林建国前世干苦力扛大包，那力气是从底层磨出来的，打架就没怕过谁。赵赖子在后面大喊让他们上，说林建国就一个人，举着铁锹就要往自行车上拍，这一锹拍实了，2筐桃酥全完，那是周秀兰熬夜包的核桃。林建国眼睛红了，猛回身，手中扁担像标枪一样甩出去，精准砸在赵赖子手腕上。赵赖子惨叫一声，铁锹落地，捂着手腕痛哭流涕。林建国冲过去揪住衣领，反手2个大耳刮子，嘴角打裂，黑色血沫飞溅，自己说了别动他的车，
问赵赖子听不懂人话吗？赵赖子被打懵了，看着那杀气腾腾的眼神彻底崩溃，喊着别打了求饶，裤裆渗出一片湿痕，吓尿了。其他混混一看老大被收拾成这样，扔了家伙转头就跑。林建国把赵赖子像死狗一样扔地上，捡起扁担拍拍土重新绑好，检查竹筐，桃酥完好无损，让他回去告诉村里那帮人，想断他财路，先掂量掂量骨头有没有这扁担硬。林建国跨上车，看都没看赵赖子一眼，自行车远去，留下赵赖子瘫在泥地里发抖。这次他是真怕了。半小时后，林建国停在青山一中校门口，掀开白布，和桃酥香瞬间霸占街道。他一嗓子喊出去，说新出炉宫廷桃酥不好吃不要钱。这一嗓子喊住了刚走到门口的老者，青山一中老校长陈德厚，京城知青，出了名的嘴刁。他抽抽鼻子，脚步顿住了。陈德厚猛转身盯着竹筐，问这是不是林建国做的？林建国心里一乐，遇上行家了。林建国知道遇上行家，用油纸电手挑了块裂纹最漂亮的递过去，让老先生尝尝，吃不出正宗京味儿，他把摊子吃了。陈德厚接过桃酥，手一沉，夸分量够压手，他轻轻咬一口，声音脆得像折断干树枝。紧接着陈德厚眼睛瞪圆了，桃酥刚进嘴还没用力，就在舌尖塌了。酥，真酥，油脂香气炸开，颗粒感十足，越嚼越香，咽下去只有回甘没苦味。陈德厚闭眼，仿佛回到了前门大街，猛睁眼，他不顾斯文，三两口把剩下的塞嘴里，胡子上全是渣，夸这是好东西，现糕点厂大师傅也没这本事。陈德厚问怎么卖，林建国说零售2毛5，周围一片吸气声，这能买好几个肉包子。但陈德厚眉头都没皱，好东西就值这个价，眼瞅快过年了，学校正筹发福利，这桃酥体面又好吃。陈德厚摇头说这一筐太少，他是青山一中校长，让林建国给他准备50斤给老师发福利，问能不能做。50斤，周围炸锅了，大买卖。林建国心里猛跳，面上稳如泰山，说能，500斤也能赶出来。陈德厚夸他痛快，写了张条子，拍出2张大团结，20块定金，后天上午送学校总务处，质量一样，钱1分不少。送走陈校长，摊子彻底火了，连校长都说好，那还能差？不到10分钟被抢光。林建国揣着60多块钱直奔合作社大楼，加上之前的，手里有160多块巨款，但他没存着，赚钱是为了提高效率。破车太颠还要命，想做大得换做骑。他在门口找到倒爷，问有没有自行车票。倒爷说上海凤凰牌，票30不讲价。林建国一口答应成交。10分钟后，林建国推着崭新凤凰牌28大杠出来，黑得发亮的烤漆，荧光闪闪的车把，这就是80年代的奔驰大 G。跨上车一蹬，轻快滑出去，按响车铃，叮铃铃，声音清脆，路人满眼羡慕。回到杨柳村口，一群老娘们正嚼舌根说林建国瞎折腾，突然一阵急促铃声，夕阳下，一辆崭新大自行车像黑旋风冲过来，车上林建国穿得整齐精神。赵赖子惊得跳起来，说凤凰牌那得100多块还有票。大槐树下炸了锅，这比后世买宝马还轰动。林建国目不斜视蹬得飞快，享受着那些极度羡慕的眼神，爽，这就是要高调。冲到家门口一个甩尾刹车，周秀兰正喂鸡，吓得盆都掉了。他呆呆看着那辆闪闪发光的车，问林建国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他们家的战车，以后进货送货再不用腿着了。周秀兰摸着冰凉车把心疼，问这得多少钱？林建国掏出校长写的条子，说钱是王八蛋花了再赚。青山一中大单子50斤，做完这单车钱回一半。周秀兰看着红章眼泪涌出来，家真的活过来了。林建国说别哭，赶紧和面，通宵干，3天做出1000个桃酥。与此同时，县糕点厂厂长办公室里，茶缸重重摔在桌上，厂长马宏远指着销售科长鼻子骂，问青山一中福利单子怎么丢了。科长委屈的说半路杀出个摆摊的叫林记，陈校长尝一口就定了50斤。马宏远不信，说摆地摊的能比过国营大厂。科长掏出一块买来的样品，马宏远冷哼一声咬了一口，办公室死寂。马宏远面色凝重，作为行家他一口就知道遇上对手了，这酥脆度油润感厂里技术科做不出来。马宏远狠狠拍桌子，让人去查清楚这林记什么来头，敢在太岁头动土。他还让人通知合作社老李给他卡住白糖，看没有糖林建国拿什么做。县糕点厂会议室里空气闷得像要炸雷，烟灰缸里塞满烟头，屋里烟雾缭绕。厂长马宏远把报表狠狠摔在桌上，纸张飞得满天花雨，脸都让他们丢尽了。会议桌两边的头头脑脑低着头，这帮端铁饭碗的大爷习惯了坐等顾客上门。马宏远手一指秃顶老头孙一手，问他不是保证分分钟灭了个体户吗？结果呢？孙一手哆嗦一下擦擦汗，苦着脸从布袋里掏出2块桃酥，他把桃酥推到桌中间，说这真不怪他们，让大家尝尝，一块是油纸包的林记，一块是厂里连夜仿制的。马宏远冷哼一声，拿起林记的桃酥，卖相真好，金黄开裂，核桃仁镶嵌的恰到好处。再看自家的，黑乎乎光溜溜，别说裂纹，连个坑都没有，硬得像石头，往桌上一敲，当当当，声音清脆。马宏远怒气冲冲，问这就是他们研究3天的成果。孙一手委屈的不行，说原料都一样，他也批条子用了猪油，可不管咋烤出来就是发硬。那姓林的做的全是蜂窝眼，一碰就碎，化验了也没发现添加剂。马宏远破口大骂，说人家摆地摊的能做入口即化，他们拿国家工资的做出来能崩掉老太太大牙，养他们干啥吃的？其实孙一手没敢说实话，林建国那是带着后世几10年的经验回来的，特殊的擦面手法和猪油提炼技术，这帮老古董哪破解得了？马宏远烦躁的挥手说技术搞不过就换个法子，他们是国营大厂，还能让个投机倒把的漆头上拉屎？他转头问销售科长，林建国的原料哪来的？科长说查清楚了，面粉鸡蛋收的散户，白糖是从县合作社买的，他和那个售货员关系挺好。马宏远嘴角勾起阴笑，说老赵是那边副主任，是他老战友。他抓起电话摇2圈，约老赵晚上喝2杯，说有个叫林建国的个体户搞乱市场，他们得互相帮衬，就是白糖这种紧俏物资怎么能卖给投机倒把分子？挂了电话，马宏远点上根烟，吐出口烟圈，让孙一手别研究了，做点心没糖怎么做？看林建国这次怎么死。与此同时，林建国骑着崭新的凤凰自行车，哼着小曲往县城赶，心情好的飞起。昨天
天陈校长订了50斤桃酥，这单做好了就能彻底打进文化圈子。兜里揣着60多块钱，他打算直接扛100斤白糖回去。到了合作社，林建国熟门熟路走进去，柜台后的大姐正织毛衣，他笑着掏出一把大白兔奶糖放柜台上，说给孩子甜甜嘴。往常大姐早笑呵呵收了，可今天他抬头看见林建国，脸色刷得变了，像烫手一样把奶糖推回来，眼神慌乱的往办公室瞟。大姐压低声音，语气焦急，让他赶紧把东西收回去。林建国心里咯噔一下，说他来买糖照老规矩100斤。大姐低头不敢看他，说没糖了，今天没糖。林建国指着后面堆成山的白色编织袋，说那不都是吗？大姐声音带着哭腔，说那是给单位预留的，上面发话了，谁敢卖给他1两糖谁就得下岗。林建国脑子嗡的一声，针对性这么强，除了被抢生意的糕点厂还能有谁？这是要断他粮道。他深吸口气，把奶糖塞进大姐手里，说算请孩子吃的。他走出合作社，风像刀子一样刮脸。林建国心里一片冰凉，没有糖桃酥就是油炸面粉，后天就是交货日，家里存货顶多做5斤，交不上货赔双倍定金是小，信用破产是大。这招真狠，这就是这年代的商战，简单粗暴，用权力压死你。林建国骑车转了几家小副食店，结果一样，要么没货，要么天价。这张大王把他照死了。回到家天快黑了，周秀兰正在院里忙活，2大盆包好的核桃仁，1大盆打好的金黄蛋液。他一脸兴奋迎上来，问糖买了吗？说他都准备好了，今晚通宵干。林建国看着妻子期待的笑脸，喉咙发堵。车后座的竹筐是空的，那一刻林建国觉得自己特无能，刚发誓让人过好日子，转头就被卡脖子。周秀兰笑容凝固，看到空筐声音颤抖，问没买到吗？林建国坐在门槛上点根烟，脸色阴沉，说糕点厂动手了，合作社不卖给他糖，全县渠道都被封死了。周秀兰手里的毛巾掉地上，没有糖就没法交货，第一笔大生意要黄。他看着桌上包破手才弄出来的核桃，眼圈红了。林建国说别急，他想想办法，嘴上说心里没底。白糖是管控物资，去黑市就是找死，这是阳谋，逼你犯错或者逼你关门。屋里空气凝固，只有挂钟滴答声。周秀兰咬着嘴唇飞快思考，突然目光落在墙角的一堆作业本上，封皮上写着王小虎。周秀兰眼睛猛地亮了，前2天家访听说过王小虎爸爸在临县糖厂跑销售，这几天正好休假在家。他抓住林建国胳膊，说他知道哪有糖，去临县。他学生家长是临县东风糖厂销售员，只要找到他，说不定能拿内部价。林建国皱眉说临县30多里地，非亲非故的。周秀兰眼神坚定的像个战士，说他去，让林建国在家守摊子做准备。他是老师，去家访名正言顺，这个家不是他一个人的，他也想让林记开下去。林建国看着妻子，昏黄灯光下他的眼睛比星星还亮。他重重点头说好，兵分2路，弄不回糖他不姓林。周秀兰倔强摇头说不，他去谈。林建国脾气暴，容易打起来，人家怎么也得给老师面子。天没亮，林建国就醒了，身后传来周秀兰的声音，让他把新车推出来。林建国心疼，说还是他去吧，一来一回60多里土路，他这身板哪受得了？大杠车太高，他骑着费劲。周秀兰说他去能进糖厂大门吗？人家看他是倒爷宰死他，他是老师家访是策略。林建国被噎住了，确实这年头老师地位高，他这投机倒把的身份去国营厂先天矮一头。周秀兰推起崭新的凤凰大杠，车座太高只能垫脚尖，让他在家把模具刷干净生好虎，等他回来立马开工。他跨上车，身子歪着咬牙一瞪，看着媳妇瘦弱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林建国心里酸得像喝了老陈醋，骂了一句马宏远，说这笔账他记下了，转身回屋把铁模具刷得锃亮。出了村路况极差，县道就是压实的土坑，化雪后全是硬泥疙瘩。周秀兰骑得吃力，大杠车衡量高车身重，每一次蹬踏都要用全身力气，冷风像刀子往领口灌，他腾出手裹紧红围巾，骑了10里地腿就开始酸，大腿内侧磨得火辣辣疼，但他没停，想到林建国颓废的样子，想到空荡荡的竹筐，身上就涌出一股劲。30里地足足骑了2个小时，看到东风糖厂4个大字时，周秀兰腿像灌了铅。门口保卫科干事正嗑瓜子，问他干什么的，让他下来。周秀兰下车差点摔倒，扶着车把深吸气，理了理头发，露出温婉笑容。他掏出工作证，说自己是县小学老师周秀兰，销售科王大军的孩子是他学生，他路过顺便做个家访。干事一看刚硬态度，立马180度大转弯，说失敬失敬，这就给他打电话。不到5分钟，满身糖味的王大军急匆匆跑出来，受宠若惊的问是不是小虎惹祸了，手在衣服上蹭了好几下才敢握手。周秀兰笑着安抚说没有，小虎进步很大，借一步说话。到了僻静角落，周秀兰开门见山说实不相瞒，他家属做点心被县合作社断了糖，听说王大军在糖厂管销售，想问问能不能匀点。王大军一拍大腿说他当啥大事呢，买糖找对人了，要是别人他肯定说没有，但周秀兰是恩人，正好赶巧昨晚出货破了几袋受潮结块，没法发合作社，厂里规定算残次品内部处理。周秀兰眼睛亮了，问能卖给他吗？王大军说必须能，残次品不用票还便宜，合作社7毛8这一批给他按4毛5，问他要多少？4毛5，白菜价。周秀兰激动的手抖，说要100斤。王大军说100斤算啥，让他等着，他这就开单子。下午3点，林建国在村口大槐树下转了80圈，再不回来就要骑3轮去找人了。远处漫起黄土，一个黑脸出现，进了。林建国瞳孔猛缩，是周秀兰，他狼狈极了，后座绑着巨大的编织袋，车胎压扁，根本骑不动。他在坑洼土路上一步一步推着走，130、40斤的重量压得他大口喘气，红围巾松垮挂着，脸上满是尘土泥印，鞋子上全是泥。林建国大吼一声，像疯了一样冲过去。周秀兰抬头，脏兮兮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笑容，嗓音沙哑说糖买到了。林建国抢过车把，看着他冻红的手，手心磨出的水泡已经破了，渗着黑色血水，他眼泪花的流下来，问他是不是傻，推不动不会等着他去接吗？两世为人第一次心被人狠狠揪了一把。周秀兰还在笑，说他怕来不及，4毛5一斤省了好多钱呢。林建国一把将他紧紧抱进怀里，恨不得揉进骨头里，说句他妈的钱，他让周秀兰听着，这是最后一次让他吃这种苦，以后再让他遭罪，他天打5雷轰。
通。周秀兰靠在他胸口，觉得值了，说行了，大老爷们哭啥？赶紧回家，单子等着呢。林建国抹把脸，把周秀兰抱上车，大梁坐好，像小时候带妹妹那样。他单手扶把，一手护着周秀兰，推着载满白糖和爱人的车，大步流星往家走。这重量在他手里轻若无物。回到家顾不上休息，卸下白糖，解开袋口，虽然结块发黄，但原糖这香味更浓。林建国抓起一把糖，眼里闪烁复仇火焰，说有了这糖，看马宏远还能拿什么卡他？他让周秀兰去洗澡包水，剩下的他全包了。转身进了烘焙间，打蛋、和面、熬糖浆，动作比任何时候都快都狠。模具撞击案板声在夜色回荡。第一炉桃酥出锅，比之前的还要香，带着糖蜜味的焦糖香气浓郁深沉。林建国说马宏远等着，明天让他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脚。这一夜林家灯火通明，周秀兰手上缠着纱布也来帮忙包装，一筐筐金黄桃酥贴上红纸福字，装进礼盒，直到天边泛白。最后一炉出锅，林建国直起腰，看着趴桌上睡着的妻子，给他披上大衣，推开门看着初升太阳。今天是交货的日子。青山一中总务处理陈校长看着那筐码的整整齐齐、色泽金黄的桃酥，满意地点点头。他捏起一块尝了尝，还是那个味儿，酥的掉渣香的钻鼻孔。夸林建国是个守信的人，这批货质量没缩水。会计当场结清了尾款，林建国揣着钱骑车出了校门。这第一炮算是打响了，但他脸上没多少笑模样，因为刚出校门没多远，他就看见了县糕点厂的大动作。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十字路口，县糕点厂支起了一个巨大的摊位，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几个穿白大褂的职工正扯着嗓子吆喝，旁边立着一块大木牌，红油漆写着几个触目惊心的大字：国营大厂惠民让利，正宗桃酥1毛5一个，1毛5，这价格简直是跳楼价。光面粉、糖、油的成本摆在那，1毛5基本就是贴着成本现卖。摊位前围满了人，有人喊要10个，有人喊要20个，说国营厂就是便宜，还有人说那个摆摊的卖2毛5太黑了，还是买公家的划算。老百姓对价格最敏感，1毛钱差价足够让他们毫不犹豫倒向另一边。林建国停下车，站在人群外围看了一会儿，他看见孙一手站在摊位后，一脸得意地看着这边，眼神仿佛在说跟公家斗完死你。林建国没说话，挤进人群，掏出1毛5分钱要了一个。售货员白了他一眼，扔给他一块用旧报纸草草裹着的桃酥。林建国拿在手里掂了掂，死沉，没有那种蓬松的轻盈感，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硬的像嚼干馒头片，只有表皮有点酥的意思，里面全是死面疙瘩，因为糖放的少，吃起来寡淡无味，全靠劣质香精味撑着。林建国把剩下的桃酥随手扔进路边垃圾堆，跨上车头也不回的走。就这，马宏远这是自掘坟墓。回到家，周秀兰正焦急的在院里转圈，显然也听说了外面的动静，她急得脸色发白，说糕点厂降价了1毛5一个，他们成本控制的再好，加上人工包装也得1毛2，跟他们打价格战，他们这点家底拼不过国营厂。林建国把车扎好，不慌不忙喝了口水，问谁说要跟他们打价格战？他笑了笑，眼神透着狡黠，让周秀兰记住他们卖的不是干粮，是面子，是享受。周秀兰愣住，问啥意思？林建国让他去把家里那个大萝卜拿来。周秀兰虽不明所以，还是乖乖去地窖拿了个红皮大萝卜。林建国切开萝卜，修平切面，拿着刻刀飞快雕刻起来。不一会儿，一个反写的福字出现在萝卜上，字体圆润饱满，透着喜庆劲。周秀兰问这是什么？林建国说这是他们的商标。他蘸了红印泥，重重盖在一张裁好的红纸上，鲜红的纸正中间一个金灿灿的福字，高级感一下子出来了。他说从今天起，他们桃酥不散卖，5个1包，用红纸包好，盖上福字，用细麻绳打十字结，改名叫临济宫廷福酥。周秀兰问那价格呢？林建国伸出2根手指，又弯下半根，说涨价，2毛5一个，1包1块25，1分钱不想，爱买不买。周秀兰下巴快掉了，说人家卖1毛5，他卖2毛5，这能卖出去吗？林建国说放心吧，马上过年了，去走亲戚，是拎1兜碎成渣的便宜货有面子，还是拎这1包红彤彤盖着福字的宫廷点心有面子？周秀兰想了想，画面眼睛亮了，在这灰扑扑的年代，红色就是最高级。她挽起袖子，开始裁纸盖章。第二天一大早，合作社门口简直成了2个世界，左边糕点厂摊位，大牌子1毛5格外刺眼，右边林建国摊位，没有大喇叭，只有一张铺着洁白桌布的长条桌，桌上码放着整整齐齐的红纸包，红纸鲜艳，中间福字苍劲，细麻绳十字结透着精致古朴感，旁边竖着小黑板，粉笔写着临济宫廷福酥，祖传秘方纯猪油纯白糖，入口即化，送礼首选，2毛5一个，谢绝还价。路人指指点点，说林建国疯了吧，对面1毛5，他敢卖2毛5，想钱想瞎了心。大部分人涌向糕点厂，孙一手在对面看着林建国这边的冷清，笑得大牙快掉，说个体户就是目光短浅，搞花里胡哨有啥用？老百姓图实惠。然而事情很快变了，一个穿中山装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急匆匆走来，他是机关干部，要回乡下看老丈人。先看了看糕点厂那边，挤得全是汗臭，地上一地碎渣，买到的人手里捧着油乎乎旧报纸，桃酥没拿回家就碎一半，太寒碜，拎给老丈人得被骂死。他又转头看林建国这边，红彤彤的纸包看着就喜庆，透着档次。他问老板能尝尝吗？林建国用镊子夹起一小块切好的试吃品，中年男人放进嘴里，眼睛瞬间亮了，酥香，跟记忆里北京吃过的一模一样。他二话不说掏钱要4包，说这包装好拎着体面，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特别是那些买完糕点厂便宜货的，当场拆开吃了一个。一个大婶直接把嘴里的桃酥吐出来，骂这啥玩意儿，硬的跟石头似的，差点把他假牙崩掉，一股子生面味。大婶气呼呼把1包碎桃酥扔地上，挤到林建国摊位前要1包福酥尝尝咋样。林建国微笑递过去，说不好吃拿回来砸他脸上。大婶拆开红纸咬一口，愤怒表情消失，变成享受的舒展。他竖起大拇指，嗓门震天，让大伙别贪便宜了，那边卖的是死面饼子，这边才是真点心，这钱花的值。风向彻底变了，原本围在糕点厂的人潮水般往林建国这边涌。林建国和周秀兰忙得脚不沾地，对面孙一手的脸变成了猪肝色，眼睁睁看着自家摊位门可罗雀，偶尔几个人还是来退货的，谩骂声一片。林建国甚至没怎么出手，光靠红纸包和那
那一口酥脆，就把庞大的限糕点厂按在地上摩擦。中午收摊，林建国这边的货连渣都没剩，样品碎渣都被小孩讨吃了。周秀兰坐在小马扎上数钱，手都在抖，说今天卖了180块，比平时多了2倍还多。林建国擦擦汗，看着对面灰溜溜收摊的孙一手，冷笑一声，说这就是市场。他拉起周秀兰说走回家。回到家看着狭小院子，林建国皱眉，院里堆满原料没下脚地，补烤箱一次烤2坛效率太低。今天赢了，但产能危机也露出来了，按这火爆程度，明天供不上货才是大损失。他说得搬家了。周秀兰问搬哪去？林建国说村头那个废弃磨坊，他看那地方不错，地方大，还有现成石磨，把它租下来改作坊。周秀兰吓一跳，说租磨坊那得不少钱吧？林建国眼神坚定，说钱不是问题，想做大就不能缩在小院里，他要招人买大烤箱，把林记招牌挂出去，这磨坊他要定了。正说着，院门外传来急促敲门声，是村长刘昌贵的大嗓门，喊林建国在家吗？让他快跟自己去大队部，县里来人了，说是要见他。林建国眯起眼，难道马宏远输不起动用行政力量抓人了？他回头给周秀兰一个眼神，让他别怕，他去看看。林建国整理衣领，大步走出院门。林建国走出院门，与刘昌贵碰面。大队部里烟雾缭绕，村长刘昌贵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手有点抖水，洒出来好几滴。他对面坐着的是县工商所的一个科长，姓刘。林建国推门进来的时候，屋里的气氛明显一致。刘昌贵赶紧站起来冲林建国使眼色，那意思是让他说话注意点，别惹祸。林建国却是一脸坦然，不卑不亢地冲刘科长点了点头，说领导好，他是林建国。刘科长上下打量了林建国一眼，年轻精神，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这年头少见的自信和锐利。刘科长问他是不是那个搞灵记复苏的，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红色的本本往桌子上一拍。刘昌贵被这一声响吓了一跳，刘科长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让林建国拿着，说这是县里刚批下来的正式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林建国是他们县第一批拿到这个红本本的，局长说了要树立典型，鼓励搞活经济，以后只要守法经营，没人能随便动的。刘昌贵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不是来抓人的，是来送护身符的。林建国双手接过那个红本本，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算是落了地。有了这个，马宏远再想用投机倒把这种烂帽子扣他，那就是做梦。他笑着从兜里掏出2包早就准备好的好烟，不动声色地塞进刘科长的公文包下面，说以后还得请领导多指导工作。刘科长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拍了拍林建国的肩膀，说好好干，小伙子有前途。送走了刘科长，刘昌贵看着林建国的眼神彻底变了，以前觉得这小子就是个混不吝的二流子，现在看来这小子是真成气候了，连县里的领导都专门跑一趟。林建国没急着走，反身关上了大队部的门，拉了把椅子坐下，说既然村长也在他们谈笔生意。刘昌贵愣住，问啥生意？林建国说村头那个老磨坊荒了有3、4年了吧，顶都快塌了，里面全是耗子，放在那也是烂着，不如租给他。刘昌贵皱起眉头说那可是集体的资产。林建国伸出一根手指说1年100块，现钱一次付清，这钱进了村里的账，过年给每家每户分2斤猪肉，这可是村长的正经。100块，刘昌贵咽了口唾沫，那个破磨坊别说100块，就是白送都没人要，那就是个土坯房，除了大点没啥用处。林建国接着加码说，而且他租下来要雇人，优先他们村的困难户1个月给开工资，这既给村里创收，又解决贫困问题。村长这村长当的脸上多有光。刘昌贵一拍大腿说成签合同，现在就签。拿到磨坊钥匙的那一刻，林建国站在那个破败的大门口，深吸了一口全是霉味的空气，这里将是他的第一个战场。磨坊很大，足有200平米，虽然屋顶漏光，墙皮脱落，但骨架是结实的青砖。最重要的是这里以前是磨面的，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石磨盘，正好可以用来做操作台。周秀兰跟在后面捂着鼻子，看着满地的枯草和老鼠屎，一脸担忧，说这也太破了吧，这100块钱是不是花冤枉了？林建国说破不怕，只要地方大就行，让周秀兰去村里喊人，就说临记招工不管男女，只要手脚干净老实本分的，1天1块钱管1顿饭。周秀兰惊呼1天1块钱，说这比城里工人的工资都高。林建国眼神灼灼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们现在缺的是时间，他要在3天之内把这破磨坊变成全县最干净的点心厂。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全村，1天1块钱，这年头在生产队干1天活工分折算下来也就2、3毛钱。林建国这是给开出了天价，不到半小时磨坊门口就围满了，有人喊着让林建国看看自己行不行，说自己力气大，有人喊峰哥自己能干，啥都能干，就连平时看不起林建国的那些人，此刻也都挤破了头，一脸谄媚的陪着笑。林建国站在高高的石磨盘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下面攒动的人头，他在人群里扫视了一圈，目光最后落在一个缩在角落里的女人身上，那是翠花嫂子。30多岁丈夫前年修水库死了，留下她和一个5岁的儿子，孤儿寡母的在村里没少受欺负。此时翠花嫂子穿着一身补丁落补丁的旧衣服，眼神怯生生的想往前挤又不敢，手里紧紧牵着那个瘦得像猴似的孩子。林建国喊了一声翠花嫂子，指了指她让她进来，人群唰的一下让开一条道。翠花嫂子吓了一跳，指着自己的鼻子问是不是他。林建国说对，就是他。问他会和面吗？翠花嫂子结结巴巴的说会，他家以前是做馒头的。林建国说行，算他一个，又点了几个平时老实巴交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的汉子和妇女，一共6个人。至于那些平时嘴碎的爱占小便宜的，特别是跟赵赖子走得近的，林建国一个没要。张婶不乐意了，叉着腰在下面喊问林建国啥意思，说他干活不比那个寡妇强，问林建国是不是看上人家那几分姿色。这话一出，人群里顿时一阵哄笑，翠花嫂子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林建国猛地转过头，眼神冷得像冰刀子一样扎在张婶脸上，问刚才谁放的屁。他把手里的铁锹往地上一插，当的一声巨响，震得张婶一哆嗦。张婶被这一声响吓了一跳，身体一哆嗦。林建国指着张婶的鼻子说他招人只看人品，他这种嘴上没把门的白送他都不要，再敢编排一句脏话，别怪他不讲邻里情面。张婶被林建国身上的煞气吓住，缩了缩脖子，灰溜溜的钻进人群跑。人着齐了，接下来就是大干。林建国带着这6个员工开始了疯狂的大扫除，所有的墙皮全部铲掉，重新刷大白，地
面用水泥抹平，那个巨大的石磨盘被洗刷的露出了原本的青灰色，上面铺上了洁白的塑料布。林建国还专门找泥瓦匠，在磨坊的一侧垒起了2个巨大的砖气烤炉，这可不是家里的土烤箱能比的。这种大炉子一次能推进去4个大烤盘，一炉就能出100斤桃酥。2天2夜，磨坊焕然一新。第3天一早正式开工，林建国穿着一身白大褂，戴着白帽子，脸上戴着大口罩，站在门口。在他面前，翠花嫂子和其他5个员工也都换上了统一的白色围裙和帽子，这是周秀兰连夜赶制出来的。林建国说，进门第一件事洗手，手心手背指甲缝必须搓够3遍，谁要是敢偷懒，立马卷铺盖滚蛋。几个汉子有点不以为然，说不就是做个点心吗？至于这么讲究？说他们在家吃饭都不洗手。林建国冷冷地说，在他们自己家吃屎他都不管，但这是卖给别人的东西，是进嘴，谁的手不干净就是砸他的招牌，砸他招牌就是断他财路，谁断他财路他就跟谁拼命。这一番话说得杀气腾腾，几个汉子吓得一激灵，赶紧老老实实的去排队洗手。林建国又拿出一张纸，说这是保密协议，他们做桃酥的配方，特别是那个油怎么熬面怎么和，谁也不许往外说，谁要是敢吃里扒外把配方泄露给别人，别怪他翻脸不认人，直接送派出所。在这个法盲遍地的年代，一听说派出所，大家都噤若寒蝉，一个个把头点得像捣蒜一样。林建国一声令下，磨坊里顿时忙碌起来，和面的和面，打蛋的打蛋，切剂子的切剂子，流水线作业，效率比在家里的小作坊高了10倍不止。林建国亲自把控最核心的环节，熬制起酥油和调味。当第一炉桃酥从那个巨大的砖气烤炉里端出来的时候，整个磨坊都被一股浓郁的香气填满了，那味道顺着磨坊的窗户飘出去，直接飘到了村口的路上。路过的村民都忍不住停下脚步，使劲吸着鼻子。翠花嫂子看着那一盘盘金灿灿的桃酥，眼睛里满是敬畏。她活了半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点心，也从来没想过自己这双干粗活的手能做出这么金贵的东西。林建国拿起一块掰成几瓣分给员工们，说这是他们新厂的第一炉，让大家自己鲜艳焰火。翠花嫂子小心翼翼地捏起一小块放进嘴里，酥脆香甜。那一瞬间，她感觉以前受的所有苦都化开了。一个汉子激动地直抹嘴，说峰哥这太好吃了，比合作社的好吃100倍。林建国笑了，他看着这热火朝天的磨坊，看着这些虽然笨拙但充满干劲的员工，心里涌起一股豪情，这只是开始。就在这时，磨坊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声，这声音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显得格外突兀。林建国眉头一皱，放下手里的烤盘，走出大门，只见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卷着尘土，正缓缓开进村口，直奔磨坊而来。车头上挂着省城的牌照，车门打开，先下来的是青山一中的陈校长，紧接着一个穿着中山装、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人走了下来。陈校长一脸兴奋地冲林建国招手，让他快来看自己把谁给他请来了。林建国眯起眼睛，他认出来了，那个老人他在后世的电视新闻里见过，那是省城商业厅的一位退下来的老领导，也是著名的美食家。大鱼上钩了，吉普车还没停稳，车门就被推开了。陈校长一脸喜色，扶着那位穿中山装的老人下了车。他介绍说，这位是省城来的周老，是省商业厅退下来的老领导，也是他的老班长。林建国心里一动，商业厅的老领导，这可是真正的大神仙。他赶紧走上前，不卑不亢地伸出双手，说周老好，他是林建国，这小作坊的负责人。周老虽然头发花白，但眼神锐利得很，他没急着握手，而是先背着手在磨坊里转了一圈，看着那刷的雪白的墙壁，擦得锃亮的石磨盘，还有那一排排穿着白大褂正在熟练操作的工人。周老原本严肃的脸上慢慢露出了笑意，他点点头说好，是个干实事的样，比那些国营厂整天喊口号强多了。说完，他走到刚出炉的那盘桃酥前，也不嫌烫，直接捏起一块，一声脆响，周老嚼了2口，眼睛微微眯了起来，仿佛在回味什么。过了好几秒，他才长出一口气，说对，就是这个味儿，猪油起酥火后刚好，甜而不腻，入口即化，这是正宗的老北京宫廷做法，现在连省城的老师傅都很少有人愿意费这个功夫了。陈校长在旁边乐呵呵地说，老班长他就说没骗他吧，林建国的手艺那是绝了。周老转过身看着林建国伸出了3个手指头，他说也不跟林建国绕弯子，再过4天是他以前的老首长80大寿，老首长是北方人，就好这一口，他跑遍了省城都没找到合意的，今天尝了林建国的算是找着了。周老说他要订货1000斤，而且必须要是礼盒装，包装要精美，3天之内能不能做出来？1000斤。站在旁边的周秀兰手里的账本差点掉地上。现在的磨坊虽然扩大了，但毕竟刚开工，工人手生设备也还在磨合。1000斤桃酥那是500公斤，加上包装，这工作量简直是天文数字。周秀兰刚想说这不可能，就被林建国拦住了。林建国没有马上回答，他在心里飞快的盘算，目前的产能1天大概能出300斤，3天900斤，还差100斤，这还不算包装的时间，但这可是省城的单子，一旦接下林记的名号，就能直接打进省城的圈子。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千金难买的路子。林建国抬起头，眼神坚定的像块石头，能做，3天后的中午1000斤1两不少，准时交货。周老爽朗的大笑一声，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大团结，拍在石磨盘上，说这是500块钱定金，做好了他再给加200块钱辛苦费，要是做不好就别怪他不客气。林建国接话说，做不好他把这磨坊赔给周老。周老说痛快，坐上吉普车就走了。车屁股后面扬起的灰尘还没散尽，磨坊里就炸了锅。翠花嫂子急得直搓手，说峰哥1000斤他们这几个人哪干得完，就算不睡觉也做不出来。林建国说人不够就去招，把那500块钱定金递给周秀兰，他让周秀兰现在就去村里喊话，招临时工负责包装和打下手，1天1块5现结，只要手脚干净的来多少要多少。他又让人去把张屠户家的猪给他订半扇，再去合作社买200斤大米。这3天大家伙就在这吃在这住，谁要是累了就在草垛上眯一会儿，醒了接着干。这单子要是干成了，这个月奖金翻倍。几个工人的眼睛瞬间红了，那可是实打实的钞票。这一天整个村子都沸腾了，村民们奔走相告说林家那小子疯了，要招20个人，1天1块5还管饭，听说顿顿有肉。以前那些见了林建国都要绕道走的村民，现在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往磨坊跑，就连村长刘昌贵也被惊动了，背着
着手过来维持秩序，让大家别挤排队，谁敢捣乱他扣谁公分。最终周秀兰挑了20个手脚麻利的妇女，专门负责折纸盒、包桃酥。磨坊里热火朝天，2个大烤炉火力全开，火光映得人脸通红。林建国就像个指挥官站在最中间，他喊着面不够了让和面组快点，喊着油温高了让撤火，喊着包装组跟上别让桃酥凉透了再包，那样就不酥了。他的嗓子已经喊哑了，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衣服早就湿透了贴在身上。到了晚上，林建国在大铁锅里炖上了整整20斤五花肉，又加了粉条和白菜，那霸道的肉香味混合着桃酥的甜香味，在冬夜的寒风里飘出2里地。林建国敲着饭盆喊开饭，几十号人蹲在磨坊的空地上，捧着大海碗大口吃肉大口扒饭。一个刚来的临时工嘴里塞满红烧肉，含糊不清的说真香，说这比过年吃的都好，跟着林老板干真是享福。翠花嫂子把碗里的2块肉偷偷藏起来，那是想留给他儿子的。林建国看见了，直接走过去又给他盛了一大勺肉，让他吃锅里还有，说小虎那份他单独留出来了，一会儿让他带回去。翠花嫂子端着碗，眼泪吧嗒吧嗒掉进碗里，混着肉汤咽了下去。他是真服了，这辈子除了死去的男人，没人对他这么好。林建国端起酒碗喝了一口白开水，说这3天辛苦大家了，只要这批货交上去，他们临济以后就有好日子过。他把话撂在这，只要有他一口肉吃，绝不让大家喝汤。几十号人齐声大吼，声浪差点把磨坊顶棚掀翻。第3天凌晨，磨坊里依旧灯火通明，所有人都在咬牙坚持。周秀兰的眼睛熬得通红，手指头上全是红纸染的颜色，还有好几个被纸鞭割破的小口，但她一声没吭，依旧在飞快的清点数量。林建国正在最后一次检查成品质量，他拿起一块桃酥轻轻一掰，断面清晰，蜂窝状结构完美，掉渣适中。随着一声大喊，最后一炉出锅，最后几盘金黄的桃酥被端了出来。周秀兰放下笔，整个人虚脱的靠在墙上，脸上却挂着笑，说1000斤齐了。这时天刚蒙蒙亮，一辆早就联系好的大解放卡车轰隆隆的开到了磨坊门口，那是林建国花高价请的运输队，工人们排成长龙，小心翼翼的把一个个精美的礼盒传递上去。当最后一箱货装上车，林建国关上车厢门，插上插销，用力拍了2下。他跳上副驾驶，冲着周秀兰挥了挥手，让他在家给大伙发工前，他去省城送货。卡车喷出一股黑烟，载着全村人的希望，也载着林建国的野心，向着省城的方向疾驰而去。送完货回来已经是深夜了，林建国怀里揣着厚厚的一个信封，那是尾款加上周老额外给的赏钱，足足1000块。这一单除去成本和人工净赚600多，更重要的是周老对他做的桃酥赞不绝口，还特意留了他的地址，说以后省里开会还要订他的点心，这才是无价之宝。林建国走在回家的路上，脚步轻快的像要飞起来。路过磨坊的时候，他看了一眼，灯已经灭了，工人们都拿着工钱回家了，只有不远处的树林里有一点猩红的火光在闪烁，那是烟头。树林阴影里，赵赖子死死地盯着林建国的背影，他的脸在黑暗中扭曲得像个恶鬼。这3天，他看着那一车车的面粉拉进去，看着那一箱箱的货拉出来，闻着那让人发疯的肉香味，听着村民们对林建国的夸赞，极度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赵赖子把烟头狠狠地按在树皮上，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那是他刚从兽医站偷来的强力泻药。他阴恻恻地笑了，说让林建国狂，明天他就让他这磨坊变成茅坑。林建国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空荡荡的，只有风吹树叶的声音。他皱了皱眉，没有多想，转身大步朝家走去。夜深了，冬天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整个村子都睡了。磨坊孤零零地立在村头，黑黢黢的像个巨大的怪兽。赵赖子裹着一件破棉袄，缩着脖子，鬼鬼祟祟地摸到了磨坊的后墙根，他冻得鼻涕直流，但心里的火却烧得旺。这几天听着村里人一口一个林老板，看着翠花那个寡妇都穿上了新棉鞋，他嫉妒的眼珠子都快滴出血来了。赵赖子摸了摸怀里的纸包，这一包要是倒进面粉缸里，明天做出来的桃酥能让全县城的人拉到脱水，到时候看林建国还怎么狂，看他的灵计还怎么开。他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磨坊的后窗户有点高，但他早踩好点了，那里有块砖是松的。赵赖子费力地搬来几块石头垫脚，颤颤巍巍地爬上去，用随身带的改锥撬开了窗户插销，窗户开了个缝，一股暖烘烘的油香味扑面而来。赵赖子咽了口唾沫，手脚并用地钻了进去。落地的时候，他脚下一滑，差点摔个狗吃屎。他骂骂咧咧地从兜里掏出个火折子吹亮，借着微弱的火光，他看见了一排排整齐的面粉袋子，还有那个巨大的和面缸。赵赖子狞笑着掏出怀里的纸包，就要往和面缸里倒。就在这时，黑暗的角落里突然亮起了4盏绿油油的小灯笼，紧接着是一阵低沉的，仿佛从喉咙深处滚出来的咆哮声。赵赖子手一抖，药包差点掉地上，他僵硬地转过头，火折子的光照向角落，只见2条半人高的大狼狗正伏低了身子，呲着白森森的獠牙，死死地盯着他，那眼神就像看着一块死肉。赵赖子魂都吓飞了，转身就想往窗户上爬，一条黑狗像黑色的闪电一样扑了上来，一口咬住了赵赖子的小腿肚子，凄厉的惨叫声瞬间划破了夜空。赵赖子疼得浑身抽搐，手里的火折子和药包全都甩飞了。另一条黄狗也没闲着扑上来，直接把他按在地上，大嘴一张，冲着他的胳膊就是一口。赵赖子在地上疯狂打滚，哭爹喊。磨坊的大灯突然亮了，林建国手里拎着一根粗木棍站在门口，大牛和几个守夜的工人站在他身后，手里都抄着铁锹和扁担。林建国吹了声口哨，让2条狼狗回来，那是他提前从后山猎户老郑头那里租来的。2条狼狗听话的松开嘴，但还是围着赵赖子转圈，喉咙里发出低吼。赵赖子躺在地上，裤腿已经被黑色血迹染透，脸上全是鼻涕眼泪，整个人抖得像筛糠一样。他指着林建国说他放狗咬人，要去派出所告他。林建国冷笑一声，走过去弯腰捡起地上那个散落的纸包，他用手指沾了一点粉末闻了闻，他一脚踩在赵赖子那条好腿上，用力碾了碾，问他告自己什么？大半夜不睡觉带着泻药爬他的窗户，问他是不是想给他的面粉加点料。这时候村里的大人小孩都被刚才那声惨叫惊醒了，不一会儿磨坊门口就围满了披着衣服提着马灯的村民，村长刘昌贵也气喘吁吁地跑来了，后面还跟着周秀兰。林建国把那个纸包举起来，大声说道，让乡亲们看看，这赵赖子刚才翻窗户进来，想往他们
们的面粉缸里下泻药，这要是让他得逞了，他们做的桃酥卖出去，那是会吃死人的。人群瞬间炸锅了，有人骂下药这还是人吗？有人说这要是把人吃坏了，他们临记的名声不就臭了，他们的工钱不就没了？还有人喊打死这个狗日的！特别是那些在磨坊干活的工人，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翠花嫂子更是气得浑身发抖，捡起一块土克拉就砸在赵赖子脸上，骂他个缺德带冒烟的，想断了他们孤儿寡母的活路。群情激愤，都不用林建国动手，几个脾气暴躁的汉子冲上去就是一顿乱踹。赵赖子抱头鼠窜，哭的嗓子都哑了，喊着别打了，他错了，他再也不敢了。林建国大喝一声行了，拦住了众人，再打下去真出人命了。他蹲下身子拍了拍赵赖子那张鼻青脸肿的脸，说想去派出所是吧？成全他。他让大牛拿绳子捆了，连人带要送去镇上派出所，就说他投毒意图谋害人性命。在这个严打的年代，投毒可是重罪，够这小子把牢底坐穿了。赵赖子一听这话，两眼一翻，直接吓晕了过去。看着大牛他们拖死狗一样把赵赖子拖走，围观的村民们还没散去，林建国站在台阶上环视了一圈，他的眼神很冷也很亮，看得不少心里有小九九的人都低下了头。他开口说他以前是个混蛋，但他现在想干点正事。他开这个磨坊是为了赚钱，也是为了带着大家伙一起过好日子。他说谁跟着他好好干，他有肉吃，绝不让他喝汤。林建国指了指磨坊的大门说，但是谁要是眼红，想在背后捅刀子，想砸他的锅，那就是动他的命。赵赖子就是下场。他说以后谁要是敢动这磨坊一草一木，别怪他不讲情面，他让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这番话掷地有声，寒风中没有一个人敢吭声，就连村长刘昌贵看着林建国那挺拔的背影，心里也忍不住打了个突。这小子身上真有一股子枭雄的气势了。经过这一夜，林建国彻底立住，在村里再也没人敢说他是二流子，也没人敢打磨坊的主意。第二天一早，周秀兰在屋里给林建国擦药酒。昨晚虽然没动手，但他为了拉住激动的村民，胳膊上被蹭破了一块皮。周秀兰心疼的吹了吹，问疼吗？林建国说不疼。看着妻子那温柔的侧脸，心里软得一塌糊涂。他说赵赖子进去了，村里也安生了，他们的生意该往上走一步了。周秀兰一边收拾药瓶，一边问往上走，说他们现在的订单都做不完呢。林建国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飘落的雪花，说光靠磨坊不行，磨坊在村里太偏了，他们得去县城，去人最多的地方开一家真正的店。周秀兰愣住了，问开店。林建国转过身，眼里闪烁着野心的光芒，说他要在县城最繁华的十字路口租一间最大的铺面，装上落地的大玻璃窗，挂上临记的金字招牌。他要让周秀兰穿着最漂亮的衣服站在柜台里，像电影里的老板娘一样收钱。周秀兰被他说的脸都红了，但眼睛里也满是憧憬，问那得多少钱？林建国笑了说钱不是问题，从床底下拉出一个铁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满满当当全是大团结，那是这2个月他们没日没夜赚出来的血汗钱。1980年的除夕，雪下的比往年都要大，鹅毛般的雪片子在风里打着旋儿，把整个县城都裹进了一层厚厚的棉被里。但在城东的一座独门独院里，却是热气腾腾，暖意融融。这是林建国刚买下来的新院子，3间大瓦房，宽敞亮堂，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大门口挂着2个红彤彤的灯笼，灯笼映着雪地，透着一股子喜庆劲儿。厨房里，林建国正系着围裙，手里掂着大铁勺，火苗子窜起半米高，一勺热油浇在刚出锅的红烧鲤鱼上，蒜末和葱花的香味瞬间炸开，直往鼻子里钻。林建国端着鱼大步流星地走进堂屋，说最后一个菜起火了。堂屋正中间放着一张崭新的八仙桌，桌上已经摆满了菜，小鸡炖蘑菇、红烧肉、油焖大虾、四喜丸子，还有一瓶撕了标签的茅台酒。这顿饭要是放在几个月前，那是想都不敢想的神仙日子。周秀兰正坐在桌边摆碗筷，她穿着那件红色的呢子大衣，里面衬着白色的高领毛衣，头发松松的挽在脑后，整个人看着温婉又贵气。林建国把鱼放下，解开围裙，搓了搓手，说今儿个过年周秀兰是大功臣，她是伺候局的，让她快做，别忙活了。周秀兰抿嘴一笑，把筷子递给他，说就她嘴贫，她也累了1年了，快吃吧。两人对坐，林建国给周秀兰倒了一杯热露露，给自己倒满酒。他举起酒杯，看着眼前这个为了自己吃尽苦头的女人，喉咙有点发紧，说这第一杯他敬她。前几年他不懂事，让她受委屈了，以后只要有他林建国一口气在，绝不让她再吃一点苦。周秀兰的眼圈一下子红了，她端起杯子轻轻碰了一下林建国的酒杯，说都过去了，只要他好好的，他们这就比啥都强。林建国一口干了杯中酒，火辣辣的液体顺着喉咙流进胃里，浑身都暖和了。他夹了一块最嫩的鱼肚子肉放进周秀兰碗里，让她尝尝这鱼，他特意挑的最大的一条，寓意年年有余。这一顿饭两人吃得很慢，聊了很多，从第一次摆摊被张婶嫌弃，到合作社门口的寒风，再到如今临记点心铺的红火，每一道菜都像是这一路走来的脚印，有酸有甜，但最后全是回甘。吃过饭，外面的鞭炮声渐渐密了起来，噼里啪啦的声音此起彼伏，震的窗户纸都在抖。林建国把桌子收拾干净，然后神神秘秘的把卧室门关上，还拉上了窗帘。周秀兰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好奇的看着他，问他干嘛神神叨叨的。林建国咧嘴一笑，说干大事。弯腰从炕柜最底下拖出了那个沉甸甸的大铁皮箱子，这是以前装弹药的箱子，结实的很。林建国拍了拍箱子盖上的灰，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咔嗒一声拧开，然后他双手抱住箱子底，猛地往炕上一倒。那一瞬间，周秀兰感觉呼吸都停止了。钱，全是钱，大团结，5块的、2块的，一堆堆的硬币，像瀑布一样倾泻在炕席上，堆成了一座小山。在温暖的灯光下，这座前山散发着耀眼夺目的光泽。周秀兰捂住了嘴，眼睛瞪得滚圆，问这么多。他知道店里生意好，每天都在数钱，但每天的钱都存起来或者进货了。像这样把这半年的积蓄一次性全部倒出来，这种视觉冲击力太大了。林建国盘腿坐在炕上，笑得像个地主老财，让他数数看看这半年到底赚了多少。周秀兰深吸了一口气，颤抖着手伸向那堆钱，两人就这样头对着头开始数钱。时间1分1秒过去，外面的鞭炮声越来越响，屋里的气氛却越来越凝重，那是激动的凝重。终于，最后一张大团结被压在了那一摞钱的最上面。周秀兰的手心里全是汗，她抬起头，声音都在发颤，说一共是10862块5毛，1万块。在这个普通工人1个月工资只有
有30多块钱的1980年，1万块是什么概念？那就是天文数字，那就是顶级富豪。周秀兰喃喃自语，问他们成万元户。林建国凑过去，在他脸上狠狠亲了一口，说对，万元户，而且是全县第一个靠卖蛋糕卖出来的万元户。他把那一摞钱重新装进箱子锁好，然后塞回柜底。林建国握住周秀兰的手，眼神灼灼，说这只是个开始，这钱他们留一半当家底，剩下的一半过完年他要拿去省城，他要买设备买车，把他们的厂子建起来。周秀兰看着意气风发的丈夫，重重地点了点头，她信他无条件的信。夜深了，0点的钟声快要敲响，林建国端来一盆热水，蹲在炕边，说来泡泡脚。他试了试水温正好。周秀兰赶紧缩脚说不用不用，他自己洗就行，哪有大老爷们给媳妇洗脚的，让人看见笑话。林建国不由分说，一把抓住周秀兰的脚踝，帮她脱掉袜子，问谁敢笑话。周秀兰的脚很白，但脚后跟和脚掌上有些薄薄的茧子，那是这几个月在店里站柜台站出来的，也是以前去学校代课走山路走出来的。林建国把她的脚放进水里，轻轻的揉搓着，粗糙的大手温热的水流让周秀兰浑身一阵酥麻，心也跟着化了。周秀兰轻轻喊了一声老公，说她有样东西给他看。她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递到林建国面前。林建国擦了擦手，接过来，是一张县医院的化验单，上面的字迹有些潦草，但中间那几个字却像烙铁一样烫进了林建国的眼睛里。妊娠反应阳性，孕周6周。林建国猛地僵住了，手里的化验单开始剧烈的颤抖。上一世也是在这个冬天，他输光了家底。周秀兰在血液里找他摔了一跤，孩子没了，大人也没了，那是他2辈子都洗不掉的血债，是他每晚噩梦的根源。而现在，林建国抬起头，眼泪毫无征兆的夺眶而出。这个在赌桌上掀翻桌子没眨眼的男人，这个面对几百个流氓混混敢拿刀拼命的男人，此刻却哭得像个孩子。他嗓音沙哑地问：是真的吗？周秀兰温柔地摸着他的头，笑着流泪，说真的，医生说了，胎相很稳，是个很坚强的宝宝。林建国猛地站起来想抱周秀兰，又怕挤着他，手足无措地在原地转了2圈，喊着他要当爹了。最后他小心翼翼地把耳朵贴在周秀兰平坦的小腹上，虽然只有6周，什么也听不见，但他仿佛听到了生命跳动的声音，听到了救赎的声音。就在这时，0点的钟声敲响，窗外无数的烟花同时升空，五彩斑斓的光芒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屋里紧紧相拥的2个人。林建国把周秀兰裹进被子里，连人带被子抱在怀里，转过身看着窗外绚烂的烟火，他指着那漫天的流光溢彩问老婆：这烟花好看吗？周秀兰靠在他怀里，满眼幸福说好看。林建国说这只是个开始。他低下头亲吻着周秀兰的额头，声音坚定的像是在宣誓。他说明年他要把林记的招牌挂到省城最繁华的大街上，后年他要去首都，让老外都排队买他们的点心，他要让全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他林建国给他媳妇还有他们孩子打下的江山。周秀兰抬起头看着丈夫那张刚毅的脸庞，在烟火的映照下仿佛镀上了一层金光。她知道这不是吹牛，这个男人说到做到。他轻声说他陪她。窗外风雪依旧，但春天已经